你真的能带我找到价值连城的胭脂石吗？当然，你放心，这哀牢山最熟悉了。真的？不过也得小心点。传说这哀牢山深处有。蛇！那这玩意儿比啥高？哎呀，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人就没了。我这想救啊，都没来得及。后来呢？那女的就被蛇拖走了？不然呢？那蛇呀，力气大得很，钻进林子里啊就没影了。哎呀，不过什么呀？那妞啊，进山的目的也没那么单纯，就是为了哀牢山里的胭脂石。胭脂石，那玩意儿啊，可是相当的值钱。哎，就这么一小块，就够你下半辈子吃喝喽。这么邪乎？说起来，那妞为了胭脂石，可便宜了老子了。哎呀，那身材呀！你这故事编的也太扯淡了，我可不信真有美女跟你进山。哎呦，你个臭小子啊！老舅还能骗你？以后跟着老舅当徒步导游，那极品美女啊，任你玩儿。才不信！这荒郊野岭的，连个人都没有，哪来的美女？小，太小。小帅哥，你要带我们进山吗？我跟当年被蛇拖走的女人一模一样。老舅，你说什么？没什么。两位美女是要进山吗？对呀，小帅哥，我看你身体这么健硕，你应该是徒步导游吧？哎呀，小帅哥，你的胸肌好有弹性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程浩。啊，两位美女是要进山吗？传说这山里边都有大蟒蛇的。那你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对吧？哎，那肯定。你好，我叫苏念，是一名插画师。我叫徐娇娇，我是一个艺术主播。大家好，我叫程浩，是一名摄影师，现在是一名徒步导游。你们是要去找傅先生吗？傅先生他可出名了，要是我能给他拍一个视频，我一定能成为大网红。那你们进山的目的是？寻找传说中的胭脂石。你们就叫我刀叔。胭脂石啊，我可是太熟悉了。听说要找哀牢山中的胭脂石，必须要先见山中的傅先生，只有他才能找到山中的胭脂石。没错。刀叔，您能带我们去找找傅先生吗？你们找我呀，可算是找对人了。就这一片，只有我能找到傅先生。只要能带我们找到傅先生，价格啊，您随便。哎呀，刀叔，你就带带人家嘛。好，我和两位美女有缘，这一趟我就免费带你们进去。不过呢，我要提醒你们，这哀牢山啊，进去容易，出来难。累死我了，走了一天，终于走到了。没想到傅先生住的地方这么阔气。是啊，没想到这山上有这么大的别墅，这傅先生肯定很有钱。少见多怪，傅先生那可是鼎鼎大名的颜料师，住在别墅里，很奇怪吗？刀叔，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傅先生啊？小美女，别心急，今天啊，你先好好的睡一晚，明天一早我就带你去见傅先生。看您这样子，您对这里很熟悉啊。
也没有，我没来过几次，跟傅先生不太熟。老舅，你不是说你去年才带着一个？刀叔1年前也带人来过这里？没有，我前一段时间是带一些女友，也就是2个月以前吧。别听这小子瞎说。老舅为什么要骗他们？难道是有什么秘密吗？哦，原来是这样。刀叔，我听说傅先生会来这里人送胭脂石，这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只会送给跟我有缘分的。您就是傅先生啊？欢迎大家来到我这儿，想说什么尽管说。这谈吐，这气质，不愧是搞艺术的。哎，傅先生，胭脂石是什么东西？胭脂石是一种特殊的矿石，也是上好的原料，目前只在爱劳山片区有少量出产。那它有多珍贵啊？也就比黄金贵一点。比黄金还贵？难怪有那么多人想进山拜访傅先生啊。天色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明天会带各位见一见真正的胭脂石。傅先生，您慢走。刀叔，您认识傅先生，那你肯定知道怎么能够得到胭脂石吧？这个嘛，死老头嘴还挺严，不过姐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刀叔，刀叔，你要是告诉我怎么获得胭脂石，那我今天晚上就属于你了。好，说一会儿就告诉你。嘘，别说话，那边好像有东西过去了。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蛇吐信子的声音。臭小子，你瞎说什么呢？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小帅哥，你说的是这个的声音吗？开什么玩笑？遥控器怎么会发出声音呢？这是人家按摩器的遥控器，你们刚才都听错啦。就算是我听错了吧，但是你们没有感觉到，从进别墅开始就有东西盯着我们吗？臭小子，你瞎说什么呢？啊，你就是累了，好好睡一晚就没事了。果然什么都没有，真是见鬼！但是我总感觉这里不安全，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下山吧？臭小子，你胡说什么呢？两位你们不要在意，我这个外甥啊，他胆小，别听他瞎说，这儿啊安全的很。小帅哥，我呢就是主要危险。要是这儿有什么熊啊、蛇呀什么的，那就更有意思了。刀叔，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了。好，你们去。哎呀，今天晚上啊，咱们运气可真好。看那个徐娇娇，就是个浪货。老舅，你不会是想……你看他们俩，那是要脸蛋儿有脸蛋儿，要身材有身材，那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呐！可是我们刚认识，还没到那步吧？不是，你怕什么呢？啊，这里啊，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他们同意不同意啊，都一样。这是犯法呀！是那个怂货，这种货色要是错过了，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喽。要不然算了吧。就色心没色胆儿。今晚啊，老舅就先去快活快活。哎，老舅，还是算了吧。臭小子，你要是敢坏老子好事儿，我饶不了你，滚！哎呀，刀叔，你怎么这么着急呀？人家刚换好衣服你就进来了。那我不是来的正好吗？哎呀，真滑！喜欢吗，刀叔？喜欢。刀叔，
你还没有告诉我胭脂石到底在哪儿呢？这个别墅里啊，有个房间，是傅先生专门用来放胭脂石的。在哪儿啊？这个嘛，刀叔，只要你告诉人家怎么找到胭脂石，我保证会让你很舒服哦。就在，我都馋了好久了，今天终于能开荤了。刀叔，你真坏，你不要再摸人家大腿了，好痒啊！我没摸。你就说。傅先生，你还没休息呢？我出来随便走。这房间里发现一条小蛇，给我吧。刀叔，你刚才是在跟某个傅先生说话吗？是啊，刚好碰上傅先生。傅先生这么晚了，在我房间外面干什么？这别墅都是他的，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来，咱们继续吧。刀叔，下次吧。怎么，你想反悔？刀叔，都怪这该死的蛇，弄得我现在是一点心思都没有。老子才不管你什么心思不心思的，今天你要不配合，你这张小脸蛋儿就别想要了。刀叔，你别冲动，我现在这样肯定没有办法好好的伺候你，但是苏念可以啊。他就忘了。刀叔，苏念可是连恋爱都没有谈过，你要是错过了，说不定就被陈浩捷足先登了。意思的，老子喜欢。今晚我先放过你。谁？哎呦，小美女，是我呀！刀叔，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呀，你还没谈过恋爱，不如今晚成全了我嘛。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当然是跟你沟通一下感情了。哎呀！小贱人，敢替老子当！今天晚上我不把你给办了！奇怪了，别墅里哪来的这么多蛇呀？是那条巨蟒。苏小姐，你怎么来了？你就在找我，我在你房间里躲一会儿。苏小姐，这不好吧？嘘，苏小姐，我就好像没有过来，要不你还是出来吧。不好意思啊，刚刚情况紧急，我就没想太多。没关系。我今晚能和你睡吗？苏小姐，这不好吧？你想什么呢？我是怕刀叔回去找我。我们一人一边，你不许胡来啊！苏小姐，你怎么知道我跟我舅舅不是同一种人呢？ You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nails just to pierce 1,000 veins. Hands so numb, didn't feel the shame. Lonely souls, they love the pain. So let it run, let it all fall away. 那是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好像有什么东西从窗户外面过去了。那是傅先生，你刚才看见的，不会是他吧？大半夜他在楼下干什么？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晚上奇怪的声音，还有刚才的黑影，难道是我的错觉吗？抱歉各位，让你们久等了。傅先生，您来了，我们也刚刚到。这就是胭脂石，想必各位都是为它而来的吧？哇，这就是胭脂石吗？一看就很贵呀。我与各位有缘，可以每人送。真的吗？那太好了。胭脂石千金难求，他竟然要给每人一块，有点不对劲儿。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这里很久没有来人，想请各位在这里多住几天。那当然没问题啦，这里景色那么好，我刚好想多住几天呢。是呀，这里的空气可比城里好多了。送胭脂石竟然只是为了让我们多住几天，总感觉哪里不对。好，既然各位都没意见，那就请你们四处逛一逛，我让人准备午餐。这里应该是杂物间吧？奇怪，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这是我妹妹的衣服。小姐，对我杂物间里的东西感兴趣？这件衣服是我妹妹的。苏小姐，你应该是看错了，这件衣服是我在山里捡到的，把它穿到了假人的身上而已。那可能是我认错了吧？那件衣服肯定是晴晴的，我不会认错。难道她已经遭遇不测了？这么晚了，傅先生一个人到底要去哪儿啊？跟了一路来，不累吗？他知道我的动静，一直不这样。这个味道像是腐烂的肉散发出来的，是那个声音，跟我那天晚上听到的一模一样。谁？老九，你吓死我了！闭嘴，马上跟我回去。老九，刚才傅先生进去了，你听里边动静，那个里边绝对有。我让你跟我回去，别他妈瞎打听。你是不是知道什么？那个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什么都不知道，傅先生的事儿不是我们能管的，那些是他的私人爱好。私人爱好？那里边绝对……什么鬼东西？什么鬼东西？走，快走！不行，傅先生太古怪，这个房子内外总感觉有什么东西，我要带所有人逃离这里。臭小子，你一大早叫我过来干嘛？哎呦！陈浩，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人家妆也没化完呢。各位，这个地方有问题，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才行。陈浩，你又想干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问题呀？昨天晚上，我跟踪傅先生去了那片树林，看见了一张巨大的蛇腿，起码有10米。陈浩，你的眼睛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怎么可有那么大的蛇啊？臭小子，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跟你一块儿回来的，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就你明明看见了呀，为什么不承认了呢？我什么也没看见。这个地方气候湿润，很适合蛇类生存，出现巨蟒也不是没有可能。那天晚上我听到奇怪的声音，还有晚上见到的黑影，肯定是那条巨蟒。苏念，这么离谱的事情，你居然还包容陈浩说话，你们
不会是那个了吧？徐佳佳，你别胡说。陈浩，我辛辛苦苦带你当徒步导游，你扭头就编故事断我财路，你良心也太坏了吧！啊！就是，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满口的话，你就骗鬼去吧你！陈浩，我相信你，我也觉得那个傅先生有问题。你也看出来了？昨天晚上，我也看到巨蟒了。什么？看来我的感觉一直都是对的。1年前，我妹妹来这里拜访傅先生，后来失踪了，或许跟那个巨蟒也有关系。1年前，难道是老舅说的那个女孩？所以你怀疑是傅先生？我本来不敢确定，但我昨天在一间杂物间看到了我妹妹的衣服。你们是在说我吗？傅先生，你怎么来了？这件衣服真的是我捡的，我也真的不认识你。那可能是我认错了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差一点就被他听见了。他越是这样说，我越觉得他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很少与人交流，所以性格上确实有点问题，二位多多包涵。傅先生，您误会了。终于走了。没事了，不过这个傅先生太吓人了，跟蛇一样，神出鬼没的，太吓人。这是。快跑！快跑！陈浩，你别管我了，这样咱俩都会死的。坚持住，先进别墅。快，找东西把门堵上。怎么回事？是地震了吗？这哪是什么地震呢？是有东西在撞门。快来帮忙！是巨蟒！巨蟒？是怎么会有巨蟒啊？真的是巨蟒！天哪！巨蟒身份袭击游客，这是波贴的流量啊！宝宝们，快看呐，我们真的遇到巨蟒了，就在门外，真是吓死人家了！天哪，这都什么时候？你还在这里面？再不来帮忙，等巨蟒进来，我们得死在一块。看我要进来了！好像走了。一只蛇而已，看给你们吓的。不对劲，太安静了。看竟然能控制巨蟒。巨蟒性情温顺，若不是受了剧烈的惊扰，是不会撞到攻击人的。你们在后院到底干了什么？性情温顺，傅先生，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我们刚才差点就死在他的嘴里。明明是巨蟒突然出现攻击我们，我们什么都没做。还是先说说你为什么能控制他们？哼，这不是控制，这是沟通。古少的少英可以安抚他，同样也可以驱逐冒昧客人。傅先生好心帮我们，你们还倒打一耙，说不定就是你们惹恼巨蟒。信不信由你们，但是破坏这里的规矩，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各位，好自为之。老舅，你怎么来了？小浩，我知道你不信他，其实我也不信。事到如今，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了。你还记得吗？我进山前跟你提到的那个女孩，就是傅先生杀了她。
我亲眼看见傅先生把他喂给巨蟒了。那个傅先生就是个变态，那个怪物就是他养的。那条巨蟒是他的宠物。没错，小浩啊，听舅的，离他远点，否则的话会把命搭进去的。是我。程浩，你怎么来了？你表情怎么这么紧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舅舅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怀疑他说的那个女儿就是你的妹妹。他说什么？他说1年前带过一个女画师拜访过傅先生。1年前，年轻的女画师，那应该就是我妹妹。她还说什么了？他还说他亲眼看见傅先生把他喂给了巨蟒。如果道叔说的是真的，我妹妹可能已经遇害了。你怀疑是傅先生吗？罪魁祸首一定是傅先生，但我们需要证据，确凿的证据。你上次不是去杂物间看见了你妹妹的衣服吗？说不定那还有更多的证据。对，趁他们现在都睡了，我们过去看看。啊，陈浩，你看，这个假人模特身上穿的就是我妹妹的裙子。这块木板好像不太一样，是空心的。这是我妹妹的画本，她从来不离身的。是巨蟒，今天一定是在提醒我们。果然是傅先生，这个画本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禽兽，我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他什么时候才来的？两位，这么晚了，来这里找什么呢？我们找个干净的床单，房间的床单脏了。这杂物间可没有干净的床单。我们这就走。等等，糟了，傅先生还有什么事儿吗？床单等会儿会让人送到你的房间里去。这里不干净，不是你们。傅先生，以后我们不会再来了。别着急走啊，明晚会举行安抚山神的仪式，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保平安的。安抚山神？怎么安抚啊？明晚你们就会知道了，记得一定要来。老舅，你怎么还没睡啊？他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仪式的事情啊？你怎么知道？哎呀，他是骗人的！什么安抚山神的仪式啊，就是要把你们骗去喂蛇。什么意思啊？你们之前触怒了巨蟒，他一定会把你们送给巨蟒当食物的。刀叔，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因为我之前亲眼见过傅先生把人引到了巨蟒面前，当时我太害怕了，没能救下他。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下你们。刀叔说的地方应该在这附近。你闻见了吗？好浓的腥臭味儿！在那儿。这就是巨蟒的藏身之处。我要过去看看吗？等等。
现在我们可以过去看看了。一旦有人来，我们就会立马知道。好，走。有人来了，快动起来！奇怪，这怎么个报警装置？难道是老刀放的？果然是他。跟老舅说的都是真的。胭脂，山里面又来了几个新朋友，明天啊，带你认识认识。他刚刚说什么？让我们和俊蟒认识认识。先回别墅，今天晚上必须下山。快点让他们一起走。好，你去叫徐娇娇，我去找我老舅。哎，对了，动作一定要快，不然等傅先生回来就麻烦了。好。大叔，娇娇，马上收拾东西。顾先生，准备把我们喂蛇，我们必须马上下山。你们怎么不动啊？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当然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儿等你很久了。大叔，你什么意思啊？都是傅先生逼的，你别怪我啊！娇娇，你们在干什么？放开苏念！别动！老舅，你大晚上对不住，娇娇，把他也绑了。老舅，没想到你跟傅先生是一伙的。都是傅先生逼的，我要不这么做呀，我也会没命的啊！亏我们那么信任你。我和娇娇啊，也是为了活命，你们呐，就这么给我带着吧。娇娇，走。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小姑娘长得多水灵啊，可惜啊，你活不过明天了。今晚呀，就好好伺候伺候我吧。滚开！老豆，你敢动他？老刀也是你叫的啊！哎呀，宝贝儿，来吧！放开苏念！闭嘴吧！你是个怂货！今天晚上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他给玩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啊！来吧！放开我！放开我！臭娘们儿，你个踢老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放开他！娇娇，你是想和他一起服侍我吗？不让放了他！苏娇娇，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跟我来做好事儿。快点断了！就他，那我先弄死你！你们要干什么？陈浩，我可是你老舅，你居然打我！你踹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是你外甥呢？说，我妹妹是怎么死的？你妹妹？我不认识你妹妹。 1年前你带着一个女画师进山，那个女画师是不是苏晴？还不说是？我说，都是傅先生逼我的。傅先生的骨笛可以操控巨蟒，我如果敢不听话的话，我会没命的。所以
你就杀害了我妹妹。没有，我只负责带她上山，后来她突然失踪了，我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她。难道苏晴是被傅先生害死的？对，傅先生，你利用人为吗？说这样出来的胭脂石才更鲜艳。胭脂石不是矿石吗？难道？那是他骗你们的。胭脂石啊，其实就是巨蟒的分泌物，用人血养的。什么？巨蟒是巨蟒！快松开我呀！快松开我！完了，来不及了。怎么办啊？现在只有找到古少，我们才能有一线生机。刚才古少是从书房里传来的，我去书房找。不行，太危险了。没时间了，你们留在这儿守住他。他一个人能行吗？现在只能相信他了。快，我知道一个安全的地方，跟我来。一定要找到，一定要找到！加油！不要！救命！把护士给我，这些异常暴躁，连我都无法靠近他。你骗人！你明明能控制住他。吃过人以后就越来越不受控制，快把骨头给我！接住！不要吹，快停下！果然有用。怎么回事？我说过没用的，在吃过烟以后恢复了野性，你的骨兽只能暂时迷惑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呀！你们快走！别管他了，快跟我去安全的地方。快走！老舅，你说的安全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还有多远到说，巨蟒就快追上来了。快了，只要进了前面那片树林，我们就安全了。走。等等，前面的地方好像……现在看出来了，可惜已经晚了。老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1年前我就带苏晴来到了这里。什么？原来我妹妹是被你害死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问题，你问他吧。老大，就算是死，我也要拉你做垫背。不，这怎么可能？竟然还有一条巨蟒！太好了，我们竟然没死。胭脂，回去吧。已经安全了，出来吧。为什么救回来？我不喜欢有人死在这里，尤其是苏晴的姐姐。你认识我妹妹？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认识你，但那些衣服也确实是我捡来的。不过什么？我在衣服的旁边还捡到了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我舅舅的护身符，他从来不离身的。傅先生，你这个是从哪儿捡到的？就在旁边的树丛里，被几个小石头压着，我觉得很奇怪，就捡了回来。老舅说过，他当时听到声音回去的时候，苏晴已经不见了，他一直在撒谎。老道带苏晴来的那晚，我并不在别墅，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所以，我妹妹就是被老道害死的。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闻到了很浓烈的血腥味，并且捡到了这个吊坠。会不会是你妹妹不小心走到了这里，然后被巨蟒？不可能，那两条巨蟒我养了很多年，它们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两条巨蟒是你养的？是的，攻击你们那条就是黑鳞，它的性情以前跟胭脂一样温顺，但自从那晚之后，我就再也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我妹妹是被黑鳞吃了。
我们现在就回去，找他问个清楚。我劝你们小心一点，老狗急了是会咬人的。老舅，这么着急走啊？这天还没亮呢。你，徐娇娇都已经死了，我还留在这儿，给傅先生的蟒蛇当点心吗？这个东西，你应该很熟悉吧？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你从哪儿得到的？这是傅先生在森林里捡到的。老舅，你还要接着编故事？编什么故事？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之前说听到声音回去的时候，苏青已经不见了。没错啊，他是走了。那你这宝贝护身符怎么会在森林里？你亲口说你带我妹妹去过那片森林，到底怎么回事？说！我当时是追出去了。啊，对，我当时追出去了，我记错了，我是想救他来着。老舅，你的嘴里有一句是真话吗？我真的追到森林里了，但是那条蟒蛇它太快了，我想救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它已经被蛇给吞了。亲眼看见蟒蛇吞掉了苏青，你之前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你到底在隐瞒什么？我吓坏了，我记不清了，不行吗？这么大的蟒蛇，谁见了谁不怕呀？你嘴里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你们什么意思啊？怀疑我？陈浩啊，我可是你的亲老舅，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是这样。妹妹反抗了你，是不是？你胡说什么呢？你对她图谋不轨，她挣扎了，你的吊坠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她扯落的，是不是？你胡说什么？是他自己不想。是她不小心什么？啊！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吗？你到底对我妹妹做了什么？妈的，看来是瞒不住了。好，是我做的，你们又能怎么样啊？啊！是苏晴那个小贱人，不识抬举。你终于承认了。我只不过想跟他亲近亲近，他却抓了我的脸，还骂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你就杀了他？没有，我没有想杀他，我没有想杀他，是他自己撞在我刀上的。你还在狡辩？没有，我原本只是想吓唬吓唬他，只是想用刀轻轻的划他一下，谁知道他血一下就蹦出来了，止都止不住啊！然后你就把他扔去喂了蟒蛇，你还是人吗？不然呢？留着等警察抓我吗？杀了人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的。你们有证据吗？啊！所有人都会以为是傅先生干的，是他那条蟒蛇吃了苏晴。这个畜生！是你们逼我的。原本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可以安安稳稳的下山。你想干什么？现在你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下去和苏晴团聚吧。苏内小心！陈浩，别怪就他，怪是怪，你知道的太多了。下辈子投个好差吧。快我！他怎么又回来了？是胭脂，他怎么救了？滚开！他是来救我们的，还是来报仇的呀？傅先生救我呀！
放开我！鬼！郑浩啊，我和你亲就拜救我呀！老姜，你罪有应得。胭脂，胭脂，停下！不能让他吃人，恢复了野性会越来越难控制。那该怎么办？你们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房间有强效镇静剂，必须让他冷静下来。那他怎么办？玉仙，是你救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他犯下的罪，应该由法律来审判。看这里！躲开我，我知道错了。你们继续，别让他的注意力回到老道身上。胭脂，冷静，看着我，冷静。傅先生，为什么胭脂看起来那么痛恨老刀的样子？因为黑林和胭脂从小一起长大，因为老刀的原因让黑林恢复了野性，逃到了森林里，所以胭脂才会那么记恨他。原来是这样。天要亮了，这一切该结束了。我们必须马上报警。这里没有信号，得去高处试一试。他会死吗？暂时不会，等他受到了惊吓，需要尽快医治。我去外面找找有信号的地方。哎，我跟你一起去。你们两个不要跑太远。黑里恩虽然受伤了，但是难保他会再折回来。喂，你们听到了吗？2楼好像有动静。上去看看。走。有人。看那里。翻了翻东西，也是从那儿进来的。看来有人趁我们不注意，偷偷进来了。救命啊！是老道的声音，快走！别杀我！你现在知道怕了。老舅，别乱动，你这伤很重。小浩，你救救我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等警察来了，让他们来管他们。先起来。老舅，你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离开这个鬼地方。你以为我会束手就擒吗？你逃不掉的。闭嘴！把古少给我交出来！古少不在我身上。少骗我！没有古少，我怎么能制服那个主暴兵？老舅，你快把刀放下，别一错再错了。把古少给我，否则我杀了你！老鼠，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你还活着？可是我亲眼看见你，亲眼看到我被巨蟒吞下，很可惜，我确实还活着。怎么可能？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我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东西。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徐娇娇，国际文物走私集团成员。什么？你不是主播吗？那只是我表面的身份。我这次来哀牢山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最纯粹的胭脂石。难道你已经知道了胭脂石的秘密？我怎么知道的？就不劳你费心了，傅先生。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那不然呢？不然你以为我真的能看上你这个糟老头子？看来你已经知道了胭脂石的秘密。当然，用活人和特殊药材一起喂养巨蟒，才能得到最纯粹的胭脂石。我说的对吗，傅先生？傅先生，
你真的用活人喂养巨蟒？我从来没有用活人喂养过巨蟒，所以我这里也没有纯粹的胭脂石。最纯粹的胭脂石价值连城，很可惜啊。不过你不想要，有一个人却很想要你带着他。你怎么知道？ 1年前你把苏晴喂给巨蟒，不就是为了得到最纯粹的胭脂石吗？很可惜，你并不知道要附加的独门药材。老舅，你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传说中真正纯粹的胭脂石可以让人长生不老，谁又不想试试呢？是传说是假的，老刀啊！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竟然杀害了一条无辜的生命。好了，别叙旧了。傅先生，把你附加的独门药材交出来吧。徐先生，把枪放下。小帅哥，这儿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傅先生，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药材已经没有了，你死心吧。是吧？那你就没有活着的必要。等等，我知道药材的线索。哦，你怎么知道的？我妹妹的遗物里有一本画册，上面记录了药材的线索。画册在哪儿？在我房间藏着，我带你过去。你没事，我很快回来。傅先生，你守了一辈子的秘密，到最后还是被别人拿走了。好，他又来了！别过来，别过来！傅先生，快想办法呀！他不在了，不是一直在你兜里吧？可能是掉到了什么地方，没有骨哨，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他呀。画册在哪里？快拿出来！在床底下的暗格里。你真的相信胭脂石能让人长生不老吗？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快点的！你知道吗？我妹妹在画册的最后一页画了一条巨蟒，那又怎样？她在巨蟒的眼睛里用暗语写了一个地址。什么地址？他又来了！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不要！救救我！求求你们救救我呀！我愿意认罪，我愿意坐牢。你站好，快去厨房拿辣椒粉。你像是怎么了？有蛇！不好，苏念有危险！苏念，傅先生，辣椒粉拿来了，快撒上胭脂，不要对着眼睛，刺激他的嗅觉，就能让他暂时退缩。松开！你这个畜生，给我松开！是谁在？快，趁机去救苏念。走。你们别走啊！别丢下我！你们回来！你个贱人，你敢骗我！我妹妹的画册里只有画号，根本没有什么地址。那你就去死吧！毁坏我的好事，你知不知道这块胭脂石在开市值多少钱？你就想放啊！傅先生，没有药材，你守着的只是一堆破石头。才已经没有了，你想要的纯粹的胭脂石，只不过是那些贪婪的人编造的谎言而已啊！谎言？那老刀为什么拼了命都想得到？你休想骗我！够了，徐娇娇。你们不敢杀我，可是傅先生，你的宝贝巨蟒可是会真的吃了老刀的。老舅，徐娇娇，骨哨是不是在你那儿？快给我，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儿。是又怎么样？现在这个东西是我的了。娇娇，你赶紧把骨哨给傅先生吧，要不然我就被巨蟒给吞了。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傅先生，你要是想救他，你就告诉我药材在哪儿。说过了，药材没有了。
那只好让你的宝贝宠物好好招待你们喽。快把骨烧拿过来！啊！我要过来！苏强，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见色起意，我不应该把你扔在森林里啊！你饶了我吧！是你，也终于敢承认了。早说看的，我当时就看着她漂亮，她居然反抗，我错了，都是报应啊！杀了你！姑娘，冷静。老舅，傅先生，看你的宝贝宠物不太听话呀，没有了骨哨，你也控制不了它。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药材到底在哪儿？药材已经没有，就算是有，我也不会交给你这种人。好，既然这样，那你就留在这里陪巨蟒好好玩吧。不能让他跑了。是，必须拿回骨哨，不然黑林和胭脂对我们都是巨大的威胁。老道，他承认了，是他杀了我妹妹。苏晴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么痛苦。没错，当务之急是要把徐阶教追回来。对，我要问清楚，他还知道什么事？正好，你去树林里面找。徐教对这里不熟，应该不会跑远。哦，傅先生，我们不去吗？陈浩他一个人，万一再碰到巨蟒……他身体最好，我们去的话只能拖后腿，而且徐教非常狡猾，很有可能会折返回来。对，我们再去看看别墅其他房间。好，走。徐教教，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容易死心。别动，再过来我就开枪了。徐教教，就算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拿出来。把枪放下。逃？谁说我要逃？我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跟你们谈一谈条件。药材已经没有，你还想谈什么条件？傅先生，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像老刀那种蠢物，以为胭脂石能长生，而我看中的只是它值钱而已。你确实没有老道那么蠢。傅先生，就算药材没有，你身上肯定有最纯正的胭脂石。把东西交给我，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徐娇娇，就算你真的拿到胭脂石，也不可能在2条巨蟒的眼皮子底下安全下山。这就不劳你操心。傅先生，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好吧，你赢了。傅先生，我确实有一块纯粹的胭脂石，不过没有在我身上，在哪儿？在我的卧室里，可以带你去拿。你不会像是耍什么花招吧？骨哨已经丢了，我还能耍什么花招？想要胭脂石的话，就跟我走。你最好不要骗我。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开枪，然后慢慢的找。你看看，在这栋别墅里面，你找不找得到那块小小的矿石？好，你带路。不过，苏念要走在前面，你们不要想耍什么花招。好，苏念，听他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快拿出来！就在这儿。快拿出来啊！就是这个。苏念，快趴下！放开我！放开！他只是暂时昏过去了。好险！太好了，终于拿到骨哨了。快，拿绳子帮我把他绑起来。那个盒子里真的是胭脂石吗？这些都是我年轻的时候收集的普通矿石，
徐娇娇所说的纯粹的胭脂石，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人心的欲望。欲望？对了，我们得赶紧去找陈浩，希望他没事儿。傅先生、苏念，你们在吗？我好像被黑林盯上了。我们得这个呢。傅先生，徐娇娇没有找到，怎么办？徐娇娇已经被我们绑起来了，古少也拿回来了，太好了。黑林要来了。走，进屋。走。吓死我了，差点就被吃掉了。傅先生，那哨声对他的效果好像不太大。黑林野性已深，普通的哨音只能干扰他，没办法控制他。所以就算这次他放弃了，以后还会再来的是吗？他已经把这个当做猎场了，不会轻易放弃的。那怎么办？这次他会不会攻击别墅？暂时不会，但是他很聪明，会找到这里弱点，所以我们要尽快离开。可是我们一旦离开别墅，再遇上巨蟒的话，胜算就更低了。当务之急是彻底解决黑林的威胁，不然的话，我们谁也走不了。用特制的镇静剂。对，但是我需要有人吸引他的注意力，给我制造一个机会，让我在足够近的距离将足够量的镇静剂注入到他的体内。这太危险了。我去吧，我跑得快，而且刚才跟他周旋过了。这次会更危险，黑林已经被激怒了，而且他很有可能记得你挑衅过他。没有时间再犹豫了，傅先生，我们该怎么做？仓库里面有以前用来对付大型野兽的渔网和绳索，我们需要制造一个简单的陷阱。走，走。你醒了？你想说话？又被你们骗了一次，你们演戏还真是好。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如果你想活命，最好老实点。活命？外面那条巨蟒还在吧？就凭你们3个也想对付他？别做梦了！那是我们的事，而且我们要是对付不了，你也得一起死。苏念，我们做的交易怎么样？我知道那个黑蟒的弱点。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当然不是白告诉你们，放了我，并且保证我的安全，我会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你会这么好心？信不信由你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傅先生对黑蟒的了解可并不比我们之深。那2条巨蟒都是傅先生养的，你说这话不觉得好笑吗？我们为了胭脂石已经研究这类巨型黑蟒很多年。我不会再相信你了。如果你要继续说这些的话，我就要堵住你的嘴了。等一下，你们知道特定频率的超声波能使黑蟒失去方向感吗？有点意思，继续说。给我松绑，然后给我准备水和食物，并且保证我的安全。你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傅先生鼓哨发出的声音里就有那种声波，所以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黑蟒。不过很显然，傅先生并不知道怎么单独激发出那种声波，否则黑蟒早就被控制住了。你的意思是，你有办法发出那种声波？我的身上有一个装置，就能发出那种声波，应该能帮助你们度过。装置在哪？就在我身上。怎么样？这个信息够换我一条生路了。找到了。对，就是这些。这些都是我祖父留下来的，本来是用来应对熊瞎子之类的猛兽，后来闲置了，希望它们能有用。看着还很结实，我们要怎么布置啊？我们需要一个角落。对了，别墅通往后院的走廊的那个拐角就可以。是把网布置在走廊的拐角上面吗？没错，等黑林经过的时候，把网扣下来，困住他。他会上当吗？黑林虽然聪明，但是他有蛇类的习性，他喜欢沿着墙边和障碍物的边缘爬行。那个拐角，他很有可能会经过。好，那我们就赌一把。
赌一把。傅先生，徐娇娇之前说胭脂石是巨蟒的分泌物，需要活人的喂养，这是真的吗？半真半假。胭脂石确实跟巨蟒有关，但并非是分泌物，更不需要活人来喂养。原来是这样。其实那些都是我祖父为了吓退像刀叔和徐娇娇这样心怀叵测的人，故意放出的恐怖传言。那真相是，胭脂石其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矿石，它只存在于胭脂和黑林长期栖息的森林之处。这么说的话，这2条巨蟒是胭脂石的守护者。我祖父发现它们以后，开始驯养巨蟒，保护矿洞，并散布传说，本意是让人望而却步，没想到，人性的贪婪比任何怪物都可怕。是，所以更不能让他们知道胭脂石的真正来源。那如果让薛娇娇背后的组织知道真相的话，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把黑林跟胭脂杀掉的。傅先生，陈浩，徐娇娇说她知道巨蟒的弱点。他的话你能信吗？他肯定会编胡话骗我们放了他。我确实也不清楚为什么骨笛的声音可以影响他们，但如果他知道特灵皮，或许他说他身上有个小装置。如果真的有，或许对我们有帮助，但是一定要小心，这可能又是他的一个诡计。那怎么办呀？去搜他的身啊？我去吧，你们继续制作陷阱。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如果他说的是假的，那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行，那你自己小心一点。拿到装置之后，我们先测试一下，看看是否真的管用。行，苏念，我跟你一起去。哎，不用，你们赶紧时间制作陷阱，我能应付他。好，怎么样？决定和我合作了吗？装置在哪里？先给我松绑，然后再给我点水。水可以给你，松绑，等你证明了装置有效再说。装置在我内衣夹层，你自己来取吧。对着黑蟒按下去就行，有效距离大概10米，不过每次持续时间不能太长。如果你骗我，后果你自己清楚。放心吧，我现在和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想活着离开这里。结构倒是简单，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到底管不管用，只能冒险试一次。做的是需要把黑林引过来。好，我去把他引过来。啊，这个方法太危险了，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吸引他？他很警觉，但是对活物的气味非常敏感。放心吧，没那么容易死的。正好，你只需要把他引入到这个走廊的入口就可以了，然后立刻按下装置的按钮。好，如果顺利的话，他会陷入短暂的混乱，你趁机从前面绕过来，我们把网从上面放下来。好，我已经准备好了。陈浩，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的。这种被窥视的感觉，它就在这附近。嘿，大蟒蛇，我在这儿呢。来，我这有生肉。来，哎，来，这儿，大蟒蛇，放这儿了啊。就是现在。快抓住我！快！成功了！快撑不住了！先生，坚持一下，要能需要时间。成功了吗？镇定剂起效果了，
但是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我们现在安全了吗？只是暂时安全，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黑林醒来以后会更加狂躁，而且还不知道胭脂在哪里。啊，多谢你们帮我控制住我这个大家伙。现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怎么挣脱的？你们以为这种普通的绳子能一直困住我？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身上竟然还有工具？怎么，很意外吗？我本来想着等你们和黑林两败俱伤的时候再出来收拾残局，没想到你们还真有点本事。徐娇娇，声波装置跟鼓哨都在我们手里，你控制不住巨蟒，你这样做只会引火烧身。哦，是吗？我现在确实控制不住骏马，但是我能控制你们几个呀。许娇娇，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只是想要胭脂石，傅先生，现在带我去找真正的胭脂石。不，你不要再跟我说你不知道，现在立刻带我去，不然我就杀了陈浩跟苏念。等等，我带你去，傅先生。但是你要答应我，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后，放他们离开这里。当然，我对杀人没有兴趣，我只对钱有兴趣。走吧，别耍花样。还有多远？马上就到了，就在前面的森林里。是那边森林。傅先生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不知道，但傅先生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见机行事。就是这里了。你先进去。这里是野兽经常出没的地方，很危险。少废话，快进去。这就是胭脂石，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你想要的纯粹胭脂石，据说在最深处，但那里是胭脂栖息的地方。哎，这个杂质太多了，我要最纯粹的，带我去最深处。我劝你到此止步吧，如果惊扰了胭脂，我们谁都别想活着离开。你休想下带路，否则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有东西过来了！是那条红色的巨蟒吧？傅先生，你快用鼓哨控制它。你想死吗？你快追啊！你大可以开枪打死我，然后被胭脂吞进肚子里。他又来了！他来了！快让他走开！你手里拿着枪，他感觉到了敌意。小心！不要打我！不要！胭脂，冷静，是我。傅先生好像不用鼓哨也能控制他。看起来好像可以。呀，徐娇娇！徐娇娇！徐娇娇，你干什么？没了，都没了！我得不到，你们也休想得到！傅先生，要是没了鼓哨，我看你怎么控制这个畜生！先生，躲开！陈浩，陈浩！玉离，他追过来了！云离，什么？大把的绳子追起来了，跟着我们的体系找了过来。打呀，打得好，都死了才好呢！傅先生，现在该怎么办？必须得阻止他们，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两败俱伤，甚至会一起死在这儿。怎么阻止？鼓哨都没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一个到迫不得已才能使用的办法。既然你们都不想活，那就一起死吧！傅先生，你快说呀！这片树林能跟特殊的声音产生共振，如果强度够大的话，或许能制造一些混乱。你让趁机分开这两条巨蟒，
但是这样做太危险了，这里全都是树，会把我们砸死的。而且怎么找到共振的声音？现在鼓哨已经没了。哦，对了，他身上的声波装置应该能产生相同频率的震动，这是唯一的希望。不行，你们休想！这可是我保命的东西。徐娇娇，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了？他们再打下去，我们都要死在这儿。没错，许娇娇，现在也不是讨价还价的时候。把装置给我们吧！你不想死在这里吧？啊！快啊！拿去。要是没用的话，我们就一起死吧。快，按下按钮。好。陈浩，小心啊！10号，快走！树要倒了！危险，危险！副先生，鼓哨！黑林，胭脂，离开这里，活下去！快！他们跑了！不要！我的胭脂石！我的胭脂石！我的天啊！别管他了，我们走吧。走。轻点。这得赶紧爆炸才行。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离开。怎么回事？竟然还有树倒下！对，这不像树木倒塌的声音，像是爆炸声。爆炸！许娇娇她身上竟然还有爆炸装置，这个徐娇娇是不是疯了？就不怕给自己炸死吗？这么大的爆炸声，不会？这是什么声音？巨蟒的叫声怎么不一样了？糟了，徐娇娇可能把森林里蜘蛛的那个东西惊醒了。什么东西？这个深山里除了巨蟒，还有什么东西啊？没时间解释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这座山要醒了。可是陈朱先生，结合刚才的动静，你说这山要醒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别吓唬我俩。这座山里面其实不止黑林和胭脂2条巨蟒。你说这哀牢山深处，竟然还有比2条巨蟒更恐怖的东西？没错，那2条巨蟒算起来的话，应该是他的后辈。这该死的徐娇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她不会跑出来吧？不知道，他沉睡得太久了。希望徐娇娇只是惊醒了他，没有彻底激怒他。希望不要再跑出来什么大家伙了。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赶紧走吧，这里不安全。哎，可是陈浩的腿……没事，我可以，总不能在这里等死吧？陈浩，你信咱吗？由不得我们信不信了。这深山里怪事还少吗？走吧。朱先生，这不是我们上山的那条路。不能走原路，如果他真的醒了，那条路太显眼。这条路是猎户常走的废弃小路，虽然难走，但是很隐蔽。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你别自己吓自己了。嘘，怎么了？太安静了，这不正常。是巨蟒吗？不对，这应该是别的东西。徐娇娇，你竟然还没死！让你们失望了吧？我不仅没死，我还找到真正的宝贝。你找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龙，森林里面有一条龙，我还看到了最纯粹的胭脂石。你疯了！傅师傅，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在胡说什么？你们傅家守着的根本不是蟒蛇，而是龙。带我去抓住它，到时候就有数不完的钱了。你惊醒了不该惊醒的东西，我们都得给你陪葬。陪葬那值了。
你们逃不掉了，他已经来了。你们逃不掉了，他已经来了。是巨龙吗？看到了吧，这就是龙。都别动，不要看他的眼睛。他好像在看许娇娇。你不要吃我，我给你带路，我带你去人多的地方。你闭嘴！救命！正好，苏先生，救我！救我！他走了吗？不知道，但是我们得赶紧离开，趁他进食的时候，快走，快走！不行了，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傅先生，都到这个时候了，你必须得给我们交个底。他会不会追上来？我们还能不能下山？那个东西不会真的是徐娇娇说的龙吧？这世上哪有什么龙啊？它只不过是一条变异的巨蟒，在我们傅家的典籍里面，称它为地蚺。原来是条变异的蟒蛇啊，难怪比黑鳞和胭脂大得多。不知道它到底活了多久，但是它长期在森林的深处长眠，黑鳞和胭脂也是受它的影响才开始变异的。那地蚺吃人吗？它很少出现在外面，但是徐娇娇可能彻底激怒了它，唤醒了它捕食的本能。那我们怎么办？它那么大，我们怎么跑得过它们？地蚺害怕强光，也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对了，我们还有骨哨，或许还有机会。这骨哨还能控制地蚺？控制不了，但也许能干扰它，又或者能够引来黑鳞和胭脂。引来它们，那我们岂不是更危险？如果地蚺发光，黑鳞和胭脂可能分散它的注意力，我们就多一丝的机会。它好像又动了，好像朝我们这边来了。不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快走，赶快离开这里。往哪儿走？走。我们能甩掉它吗？地蚺还是靠热量和震动来感应外界的，应该没有那么快追过来。小心，这里路况不好，而且天色又晚，一定要注意安全。又怎么了？前面好像有光，好像有人来了。是救援队还是警察？好像是徐娇娇说的，他们组织的人都有可能。无论如何，让外面的人进来，要这更大，我们就会制作更多的机会。这他妈，这什么鬼地方，一点信号都没有。徐娇娇给的消息到底靠不靠谱？最后发的坐标就是在这附近，抓到傅家那2条宝贝大蟒蛇，我们就发财了。进来点，这山里邪门。好，真是徐娇娇的同伙。我们快绕开吧。等等，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偷了巨蟒的蛋。这帮疯子！所以地蚺发怒会不会跟这个有关？他们来了！妈呀，打不死！快散开！老大，发现巨蟒2条，请求啊！冲我来了！来，实弹，接着！赶紧咱们赶紧走吧！那蛇蛋呢？哎呀，顾不上了，我的自身难保啊！他来了！地蚺把整座山都视为自己的领地，现在黑鳞和胭脂有了自己的意志，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挑衅。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跑了？或许有可能，但是地蚺的领地意识极强，我们作为入侵者，他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结束了，结束了，谁赢了？好像听不到黑鳞和胭脂的声音了。地蚺还活着，但是应该伤得不轻。都怪我们，要不是我们闯入，胭脂和黑鳞也不会死的。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他们用生命给我们争取的时间不能浪费了。对，我们要快点找到出路。是胭脂，他怎么样了？他伤得很重，他来这里应该是想给我们带路。带路？他都那样了。胭脂知道一条很隐秘的路，他会带我们走一段的。走，跟着他走，别回头。老周要是知道他发财梦背后的真相是这样，他还会那么做吗？他只看到了胭脂石的价值，没看到生命的价值。
人性的贪婪远比君王更可怕。等一下，你们看的是什么？你们快看，那是什么？是狼吗？不是山魈，它们平时胆子很小，但是受地然气息的影响，现在变得异常狂躁。他们暂时不敢靠近胭脂，但数量太多了。你们两个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跑，不要停。那你呢？不行，傅先生，我们一起走。走，活着出去，告诉所有人，不要打这座山的注意。呀，傅先生！走，我们快走，不能让他们百般牺牲。走。孙女，跑不动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不能停陈浩，这是傅先生用命给我们换来的机会，我们不能死在这里。死了，他们都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对得起他们。对，得活下去，我们得活下去。伤得不轻啊，能撑到现在真是个奇迹！快紧急救援！我的天哪，他们是怎么从山上出来的？这个方向根本没有路啊！我们得救了，我们马上带你们回去，你们已经安全了。这哀牢山深处有绝对不能惊扰的东西，以后绝对不能让人进来。我明白，我会详细的向上级汇报。休息吧。再见了，老舅，傅先生，再见了，胭脂、黑灵。希望你们能和这座山一同安息。感觉怎么样？好多了，谢谢你。其他人有消息了吗？目前还没有，山界范围比较大，情况比较复杂，搜寻难度极大。而且你们提到的那个巨蟒，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大规模的搜寻将会变得非常危险。那他们大概率是回不来了。希望不要再有人因为好奇或者是贪婪进去送死了。这点你放心，这次事件之后，哀牢山核心区域将会进行封锁。我能拜托你件事吗？你说。如果你在深山里看见一条暗红色的巨蟒，它需要帮助的话，请你帮帮它。好，我记下了，我们会留意的。他们既然没有再问别的，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至于他们信不信不重要了。封山就是最好的结果。那些搜救队员看我们的眼神，像是看两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随便吧，我们能活着回来，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就留给别人去评判吧。陈浩，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地染的眼睛，还有傅先生。别想了，都过去了，我们现在安全了。真的都过去了吗？那些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不会，他们属于那座山，我们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他们也一样。傅先生用生命把我们救出来，不是让我们感受恐惧的。你说的对，我们要好好活下去。苏念，我们换一个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吧。去哪里啊？不知道，反正不是这里。找一个可以看见山，
但是又很安全的地方。都听你的。天快亮了，我们该出发了。走吧。走吧。在画什么？没什么，随便画画。我昨天晚上梦到胭脂了。他们应该都安息了吧？我把我妹妹的画本，还有老刀的那枚铜钱，都交给警方了。这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吧。我都打听过了，爱劳山那边封锁得很严，没有任何消息流通出来，这样最好了。陈浩，我们这算是重新开始了吗？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带着所有的过去，继续走下去。好。爱劳山生态综合考察项目于近日宣告结束。考察期间未发现民间传闻的危险生物活动迹象。为保护这片珍贵的自然资源，爱劳山核心区域将永久性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你还做噩梦吗？很少了，偶尔也会，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被吓醒了。我前几天翻出来当时我们逃跑时穿的衣服，上面还沾有血渍，我把它洗干净放起来了。留着吧，是个念想，也是个警示。陈浩，有时候我会想，他们是真的消失了，还是不想再被人看见了？这都不重要了。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会永远记得这段经历，黑林、胭脂，还有傅先生。在我心里也住下了那座山，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保持敬畏比征服更重要。